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最近财新有一篇深度报道下架了，恰恰是由于它下架，所以大家注意了这个文章。本来是没什么人注意。这个文章主要就是聊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说，你看，2025年中国创下了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的历史记录 ，GDP 继续保持5%以上的增长，然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啊，股市啊也上涨了17%啊。但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却感觉生意难做，工作难找。即便是牛市中80%中的散户，居然还在亏钱。这种宏观数据亮眼、微观体感冰冷的巨大反差，堪称本世纪的一大经济难题啊！就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有2个比较有影响力的第三方，你看做了解读。一个就是刚才我说这个财新，另外一个就是胡锡进啊。有意思的事啊，其实他们两方的核心观点其实是暗合的。一会儿我会解读一下。但是你看财新这个，因为不会写文章，就下架了。但是胡锡进人家行文风格呀，非常的恰到好处，所以现在这个微博还在留在这个微博上。其中这个财新就用大量的专业术语还有统计数据，用冰冷的理性是来分析的，而胡锡进是用温暖的语言和迂回的方式，不谈具体数据，只按照逻辑推理来解读。更重要的是，胡锡进在最后还给足了信心，提供了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不管这些方法好不好用反正最终的结论就是一切向好。所以胡锡进的文章目前还在网上流传。今天我们就来解读一下这个财新和胡锡进分别说了什么，他们的分析到底有没有道理，和大家的真实感受又是否一致。我们先来看一下财新这篇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他就指出，这个统计局的数据只有增长中的国民总产出 GDP 的指标，但是呢，却没有缩水中的国民总财富 GDW 的一个指标。中国经济当前一个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就国民总产出你有20万亿的增长，但是同时3年缩水了200万亿的一个国民财富 GDW， 你看这是一个10倍对，就是你看着增长呢不少，但是相比于缩水来说呢，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对，就是虽然你宏观经济的数据表现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微观个体的财富缩水呢巨大。这200万亿的一个财富缩水，主要就是来自于房地产市值的下跌。就是当人们的这个资产，你看大幅度缩水的时候，哪怕工资收入还在这个慢慢的增长，但是老百姓感觉也是非常不安全的嘛，就不敢消费嘛。对。财新的这篇文章呢，是由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健撰写，应该说功底还是挺深厚的。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个尖锐的矛盾，就是2025年 GDP 增长率继续保持5%以上，居民收入增长率也超过5%然后生物医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各地文旅产业空前繁荣，贸易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创造人类贸易历史记录。股市也大涨了1年，上证指数上涨17%，创业板上涨50%。股市大涨1年，真是不敢苟同。对，指数上涨了，这个确实是事实因为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数字在那儿。但是大家却普遍这个体感不好生意难做，工作难找，只有那些直播网红现在过得很爽。那牛市中这现在不是牛市吗？那80%的散户还是亏钱的。所以你看这个宏微观这个表现就是冰火两重天，温差体感极大，这就是这篇文章最核心的一个观点那财新的分析就揭示了这么一个关键问题，就 GDP 你看是流量指标，衡量的是一段时间内新创造的价值，而居民更关心的是存量指标，也就是自己手里已经有的财富的总量。当这个存量的财富大幅缩水的时候，那你新增的流量收入是根本没有办法弥补这种失落感的尤其是当这个差距比较大的时候。然后你看刚才那个数据不就说嘛，这连续5年5%的 GDP 增长率，20万亿的国民总产出总增量，那也弥补不了连续3年房价调整带来的200万亿以上的这个财富总缩水。中国现在已经是小康社会，财富的敏感度是大于 GDP 的增长率的。但当前就缺乏一个衡量国民财富的 GDW 指标这么一个指标影响人们体感呢。当下主要就是财富缩水的问题，这是宏微观体感温差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更为严重的是，
资产缩水的同时，负债还在增加，就进一步加大了这个净财富的缩水和可支配收入的减少。有的人的房子呢，他从500万咔嚓跌到了250万，大家不要觉得这是危言耸听哈，真的是实打实发生，就是很多城市腰斩了，很多城市腰斩，对，就房子一下跌到250万，但是呢，它同时还有300万的贷款还要还，就这个房价已经跌得比贷款这个数字还要少了，就是你看，就意味着不仅它的资产在缩水，然后同时呢，它的负债压力还在增大，就净财富的损失比这个数字，这个表面的数字更加惨重。所以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就算今年工资每个月涨了5000块，那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变富了，对吧？对，因为他的房子可是减少了250万呢，反而会觉得自己更穷了。因为房子啊，就是中国居民最主要的财富载体。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啊，就包括底层老百姓也是一样。因为中国这个房屋的拥有率还是很高的哈，这个价值的大幅下跌就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安全感和消费意愿，这是毫无疑问的。财新还特别指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小康社会了哈，人们对财富的敏感度是远远大于了对 GDP 增长的敏感度。说白了就是 GDP 那是国家的事儿，但是我对个人财富，我现在生活情况怎么样，这个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在这个阶段，存量财富的变化比流量收入的增长对人们的心理影响是更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即便你看 GDP 增长了5%，大家却普遍感觉日子怎么好像还不好过了，感觉自己又变得更穷了。就自己算了一笔账，发现流动财产加上什么房产价值，怎么比以前确实是这个数字变小了？这就是不敢消费的根本原因啊。咱们再来看看啊，老胡的这个文章。老胡的文章其实啊，它本质和财新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表达方式更为委婉。老胡呢，主要从3个方面分析了这种体感温差的原因。第一呢，就是房地产市场还在调整，就2025年房价继续下滑，导致很多中产阶层家庭的资产进一步缩水。其实不止中产家庭，刚才我讲了，其实很多底层老百姓他也是可能在县城里买了房子，那也是啊，价值在缩水啊。对，就2025年这一年吧，可以说基本上普通老百姓他们的这个家庭财富啊，相比较之前可能只有缩水到60%了，这就是大概一个普遍的情况。就有人说，如果你的这个财富还能稳定在就是2024年以前的80%，那说明你做的相当不错呀，你规避掉了很多风险。对，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家说，宏观上 GDP 增长，但很多人觉得其实是好像更没有钱了。而且这个房产现在的变现能力也变差了很多，对投资和大宗消费都有消极的影响。你比如以前这个房产基本上你挂上去，可能跟市场价1个月左右、2个月左右，差不多就有意向买家要成交了。但是现在你必须得比上一套成交的价，你要显著的要低一个什么几万、10几万，甚至几十万，你才有可能快速的把房子变现。第二呢，老胡就指出啊，说是高科技企业拉动就业是有限的，因为这个高科技企业虽然蓬勃发展，构筑了中国更强的竞争力，但他们带动的就业并不多，跟房地产等等传统行业是没法比的。比如老胡就举例说，一家高科技公司的销售额是大型餐饮公司的10几倍，但是这2家的员工数量可能都是1万几千，也就是说，这个科技公司的员工数量并没有像它的销售额一样啊，是10几倍的这么一个关系比例。高科技企业的社会价值啊，就在于它是火车头，能够产生广泛的拉动效应，但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发酵啊，就是能传导到这个就业岗位，这个显现在就业岗位上。第三，老胡就指出，外贸顺差虽然大，但是利润微薄啊，这点说的也是非常中肯哈。就是今年这个外贸顺差是破了10000亿美元，创下了历史记录，但是外贸企业彼此竞争真的好激烈呀，很多企业赚钱很少，甚至是亏损。你看那些新势力的那些新能源车企业，大部分都是亏损的有不少企业其实就在挣国家出口退税那点钱。那这10000亿美元的顺差相当大一部分在竞争中相当于自行消耗掉了这个利润。胡锡进就认为，中国处于动力转换的调整期啊，这样的转换会有阵痛，但他也强调啊，由于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家庭关系紧密的这个传统，以及居民经济保持安全冗余的习惯，再加上中国经济质量在提升，供应链优势明显，所以中国对阵痛的消化会比很多国家更有效啊。
然后老胡也特别指出，国家呢现在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加快这个动力的转换，保就业、扩内需已经成为着力方向。这个确实是事实啊，因为我经常关注这个国内的财经新闻，今年年底出台了非常多的促内需啊，然后要货币进一步宽松的这些政策哈。就老胡就相信，只要国家真正下力气，解决问题的办法就一定会比问题多。因为中国的内需潜力巨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然后关于未来呢，老胡也给了几个判断啊，比如第一，房价不可能无限下跌，很多地方已经接近腰斩，再跌就白菜价了。这个跟我们有一期节目观点类似哈，但是我们那期节目要重点强调，就说你这个白菜价指的是核心地段啊，核心城市。你像那个3、4线城市啊，那白菜价那它就估计啊，它就只能趴在那儿了。第二就是高科技产业强大起来，会对社会的综合进步注入更大的动力，这点毫无疑问啊，因为这个会带动上下游的产业链，以及啊对国际市场的这个空间的拓展也会有好处，这个他说的也是事实。第三啊，就是内卷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啊治理的重点，国家会大力缓解啊，这个也没错。中国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民为本，必须下力气解决老百姓利益的问题。老胡呢最后就表示啊，说中国的消费一定能起来，不是因为人们不想消费，而是巨大的生产能力没有充分转化为消费能力啊，这个我就有待商榷了。其实啊，这个二次分配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让老百姓能有意愿消费，最重要的一点之一就是你要把这个医疗啊、养老等等保障做好了，是吧？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了，他自然就会消费了。对，你要重新回到一个经济上行的感觉，不仅仅说你是光刺激，这个东西是人们自己本来就有主观的意愿。你就像2017到2023年之间，这个市场经济好的时候，大家根本就不需要刺激，大家人就喜欢花钱，对吧？出去旅游啊，然后出去外出购物啊、吃饭啊，就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你说这点就跟这个房地产缩水其实是有直接关系的。刚才不讲到了吗？因为房地产总体缩水了大概200万亿啊。说实话，就是哪怕你这个保障方面做的稍微弱一点，但是如果大家这个手里的房子都很值钱的话，是吧？就假如又回到了比如说2022年的那个时候的高峰啊，大家房子都很值钱，那大家心里就有底，他也是敢消费的。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消费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好，总结来说啊，就是当下每个中国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除了那些暴富的和那些做直播经济现在反而身价暴增的这些人哈，除了这些人，那普通老百姓普遍感觉就是经济数据非常好，按理说呢早就应该走出泥沼，然后一片欣欣向荣，但实际上呢，就普遍现象是不敢花钱，中产焦虑，然后消费降级，感觉自己的财富又在缩水哈。那除了少数的新兴产业，大部分行业都感觉在收缩呀。财富收缩，客户收缩，大量的民营服务性企业在关门，甚至一些铁饭碗的薪酬也在下调。更严重的是，年轻人就发现工作很难找了啊，那就失业人群的扩大。就他们本来也没有多少经济储备啊，那你想，刚从学校毕业，本来啊就是还觉得要回报家里啊这么多年寒窗苦读是吧？应该取得回报的时候，却面临了失业或者低薪。也有的人即使找到工作，也无法找到对口的专业，大展宏图。现在考公务员就成了一个热门哈，就不管什么专业的都去考公务员，就好像这么多年的教育，是不是就尤其是那种专业领域的教育，是不是就有点可惜浪费了，是吧？然后财新呢和胡锡进呢，其实他们都指出了这个核心问题，就是这个居民财富缩水200万亿啊。根据权威的数据啊，2023年中国的住房市值是432.5万亿。而在2021年高峰时期是大概是476万亿，你看这200万亿的缩水和房地产价格的下行其实是基本吻合的。很多城市这房价基本就是从泡沫时期的顶峰达到了腰斩，甚至有4折的地方。很多人说这个房地产反正也不变现，500万还是200万拿在手里有差别吗？有差别，这差别大了去了。你就想，虽然500万你是自住对吧？但你虽然你不能卖啊，但是你首先第一心里踏实，然后第二你想着你万一有一天要用钱，你起码你可以大换小对吧？你需要用钱的时候，你把500万的房子卖了，然后你可能买一个200万的房子，你就可以倒腾300万在手上。但是你这500万然后直接贬值到200万，你就会觉得你一下子亏了300万。你说你这300万你靠工资去赚，猴年马月能赚出来呢？所以这差别大了去了。真是这样，如果你有一套500万的房子，那你说实话，你的生活啊，这底气就太足了。你就想嘛，平时你就觉得，反正我有一套500万的房子，大不了
我就看这个领导不顺眼，我大不了房子一卖，我去搬到云南大理，然后我这个房租反正也便宜，我这500万够我生活好多年的，我还可以买车，甚至还可以去其他国家旅游，然后抵御大病的风险也大大增加了，是不是？你说现在基本上大病100-200万也能治了啊，即便我这房子不卖，哎，我可能可以把一间房子或者客厅租出去，那还有租金收入。啊，而且因为你想房子500万的时候，那个租金相对也高啊。但现在这房子只值250万的话，那你还完贷款之后可能不剩钱了，没准还倒欠银行钱。然后如果你继续还贷款的话，少则5000，多则2万每个月要还这个贷款啊。你看现在这个5000和2万的税后收入有多难赚，大家心里是都清楚的。但是如果比如你房子值钱的时候，你觉得还这个钱你不觉得肉疼哈？你觉得房子增值了吗？你算一算账，你觉得你还是赚的，但是这250万的时候你就太肉疼了，你觉得你还掉的全都是利息，全是打了水漂，所以你就不敢消费了嘛。所以说呀，这个房产价值多出来那250万，它即便不变现，那就是绝对的信心的来源。大家现在不都说吗？信心堪比黄金啊！这个信心很大一部分其实就来自于家庭拥有的那个房地产。那以前一提某人手里有几套房，马上就觉得这个人，哎呀，是个地主啊，这个人厉害啊，肯定有钱，一辈子吃喝不愁，后代也不愁啊。但现在一说某个人有几套房，大家首先关心，哎，你哪一年买的？如果是近几年买的，那基本就是抱着同情的心态。这个人啊，对，他要么贷款买的，资金链就要崩了啊，要么就是全款买的，那已经损失大半了。所以房产价值的高低，现在真的就直接决定了老百姓的信心。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可以说可能现在至少70-80%的老百姓的资产，它就是在房子里面。房子增值就是财富增值，然后如果房产缩水，那就是财富缩水。大家觉得，你看这几年钱难赚，但你往前推10几年，钱其实也没那么好赚。但是那时候大家就是觉得自己富有啊。除了互联网等等少数的行业哈，绝大部分行业，无论是近几年还是10几年前，其实收入啊也没那么高。一些上市公司总经理的年收入也就40-50万，靠纯攒钱攒到400-500万，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你这过程还要交税啊，还要生活。所以现在很多人回想起来，觉得10年前那个钱好挣，这是一个误导性的感觉。其实那个时候你觉得钱好赚，主要是因为你买了房。房子增值了几百万，主要是因为房子在挣钱，就误以为这个钱是自己挣的。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靠劳动和技能这个收入，其实这个赚钱一直都是挺难赚的。即便是在 IT 行业，其实无论是10年前还是现在，大把的人也是一年收入只有20-30万而已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所以中国人在10年前觉得自己比较有钱，70-80%的人就是因为这个房产增值，然后有钱了，然后有底气了，敢消费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大家真的是，你出去逛个商场，买个几千块钱的衣服，出去吃顿饭，几百500-600块钱，一点都不心疼。现在100-200块钱很多人都很心疼。所以那时候创业的机会和服务性行业的机会就特别多，工作机会也就显得特别多啊，随随便便就真的就能找到这个月薪上万的工作。那个时候真不难，也不需要很多的什么很高的技能和名牌院校啊、高学历，不需要。所以那个时候对经济温度的体感，那现在想想那也算是一个错觉哈。那个时候真的是有泡沫的，就无论是创投砸进去的海量资金，还是 O2O 领域的疯狂投入，当时的口号不就是吗？所有的生意都值得重新做一遍。你看现在谁还敢提这个口号？就当时就是所有的生意都要和线上连接起来重新做啊，都有无限的海量的机会。然后房价也高涨，房租也高。现在当经济这台机器放缓了，地产价值回归了，然后大家也不生育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啊。其实那个年代咱得客观说，它也不是一个正常的常态哈，很少有国家能够持续以那种状态向前奔跑的。其实你看一些非常典型的发达国家，比如北欧、加拿大、英法、澳新，其实也都是一种平稳的状态。最近啊，这个西方国家只有这个美国，因为人工智能的异军突起，再加上科技力量它太强大了，所以它一骑绝尘啊。那中国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为什么信心不足啊？就是因为在态势上各方面都在下行，人口下行，消费下行，地产下行，很多行业都受到了网络经济的冲击。尤其是直播带货，你看它就消灭了很多的中间商，其实就是消灭了很多就业人口和利润的环节。
现在这些利润啊都集中在那个头部主播那里去了，就是一个马太效应。那自然会造成啊少数人的暴富，但是大多数人收入锐减或甚至失业。你看现在经常就有榜单就贴这些直播带货的人的收入哈，他们的年收入有的是几十亿啊，那上亿的也非常多。但是啊，你看这些上亿以上的人，全国也就100多位，他们就吸走了大量本来应该可能分给几百万的这个中间环节从业者的利润啊。本来这个利润平摊给几百万人，那这个消费能力也能扩散开来哈。但现在就被那么几百人啊，放开了说就是1、2千人给吸走了。这1、2千人暴富了，那几百万人是没有了收入，甚至收入的锐减啊。而且这个直播带货的收入真的是挺高的，就不仅很多普通人去做哈，连很多明星都已经开始转行去直播带货了嘛，都不去演电影了。对，贾乃亮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哈有一个那个视频，我看了，就是还算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当红小生，然后去贾乃亮的直播间，他那个直播间上面可能是会显示说今天成交额多少，但是观众是看不见的，但是那个演员看见了，他就非常惊讶，在那数个十百千万一直，然后问贾乃亮说这么多，你一天可以卖这么多？然后贾乃亮说嘘，小声点，别在直播间说出来。然后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外贸顺差虽然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有2个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以前贸易顺差很难做大，是因为啊你都是卖什么袜子、服装等低价值、低利润的产品。你看现在搞这个新能源车，对吧？一辆车的价格就可以卖到以前卖几十万双袜子的这个收入啊。那自然这个贸易顺差在新能源车、电池、手机等等客单价比较高的这些行业的加持之下，就创下了史无前例的新高，不奇怪呀。但问题就是在于太卷了，大家都愿意去买中国货呢，是因为便宜，但也正因为这个便宜，导致贸易顺差虽然高，但是利润其实很低。现在新能源车行业大部分的新势力企业都在亏损，当然你可以看到这个研发团队和管理团队，他们肯定是拿着极高的薪酬的，是吧？比如有的新势力的那 CEO 一年就能拿10几亿这个薪酬激励。说实话，如果把管理层这个砍薪给他砍一半，这些造车新势力的企业也许就不那么亏损了，甚至有可能盈利。但你砍一半的话，这些人就有可能跑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是吧？所以这些外贸数据虽然看着好看，但是啊，你比如这个由于工业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的应用，比如你像现在新能源车，那基本大部分都是工业机器人在干活。所以虽然创造了大量的外贸收入，但是带动的就业人口并不多。主要就是研发团队啊、生产制造团队的一些人哈。那生产制造团队现在又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在加入，那一辆车的价值又非常高，所以就不像早年外贸主力军什么纺织行业、服装行业是吧，能提供大量的就业人口。所以外贸这个顺差汇集的人群实际上并不多，大量的人是感受不到这个创纪录的顺差带来的好处的。所以以上这种种原因，就是体感与创纪录的顺差和总体经济增长截然不同的原因。很明确，想要解决问题，核心就是提振国内的消费。现在中国已经非常明确这一点了。今年年底已经看到了不少针对提振消费的政策。当然，提振消费肯定是不能只喊口号，一定要给出给力的、有用的、实际的方式。比如你不能说只是货币宽松，这个宽松啊，还是要把这个钱给到老百姓手里去消费啊。比如说发一些消费券，这是非常管用的方式，而且在很多发达国家都验证过是行之有效的。简单直接粗暴的发消费券，其实大家也不会把这个消费券存银行，就是会拿去花掉，刺激经济，激活经济。第二点就是房地产的价值，其实还是应该回归一部分。如果说现在房价是在2022年左右那个顶峰，那确实是一个泡沫，确实可以往下跌一跌。但是现在这个腰斩的情况也确实太惨了，把大家的信心都给搞没了哈。可以说，再回到这个泡沫和现在半山腰之间的这么一个位置啊，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让大家的信心又能回来。对，我个人觉得吧，其实你再怎么刺激消费，如果说房价不涨回来，大家还是消费信心不足的，没啥用。如果说大家真的能有信心去消费的话，真的得等这个房价涨回来一部分的。对，这房价一涨回来哈，就是有些人，你比如说他遇到了人生的困难，那把房子一卖就可以重启人生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房价跌到了比银行贷款额还要低的这种情况下，他卖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要欠银行的钱，所以啊就没有办法重启人生。对，但是对，而且就算不卖房，每个月还得硬扛着，就是之前，比方说是500万，他
当时买房的时候那个价格，按那个价格去贷的款，还得硬扛着那个贷款额去还贷，就相当于每个月赚的收入就白白往里打水漂，白白丢掉。这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苦不堪言。所以房地产回归可以说应该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啊，这是应该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当然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办法，要想让房地产价格快速回调上涨，核心方法就一个：大水漫灌，增加 M2 货币总量。现在呢，贸易它也创造了创纪录的顺差。大家要知道一个常识哈，就中国这个发行人民币很重要的指标啊之一就是锚定美元，有大量的顺差美元进来，那就可以印相应的人民币，这就会导致经济啊是平稳运行的。可能呢会是一个温和的通胀，好的通胀。现在你看，有创纪录的万亿美元贸易顺差了，就可以顺水推舟、顺理成章的扩大货币宽松的规模，释放10几万亿人民币到市场中去。长期看，有可能甚至是几十万亿，这么多的钱到市场里，股市、楼市那肯定全都会再度活跃起来，大家又会觉得自己有钱了。那无论是消费信心还是各方面的信心，是不是就足了？当然了，这个过程中肯定又是一次财富的再分配。如果你预见到了这个走势，做足了充足的准备，那你有可能在这一波浪潮中，又获得一个巨大的收益。那些没抓住这又一次的经济周期变化的人，可能被甩下车，又可能会抱怨房价高、物价高，可能又会形成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富有的人会因为他们现在持有的房产和股票会越富有，家底薄、没有核心地段房产、不持有股票的人，可能又被甩下车，拉大了差距哈。所以这一波机会啊，其实主要是给那些持有房产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的，把中产阶级和普通家庭这个消费群体激活，也是激活整体经济的重要方式。然后还有其他方法，就是你在经济激活之后，还有一些底层老百姓嘛，对这些底层老百姓再来一个制度保障方面的一个财富再分配，比如这个医疗和养老方面再增加一下这个投入的力度啊，那就能够从上到下都照顾到了啊，那就比较完美的一个方案了。所以现在经济这个状态，其实它也酝酿了一波机会，永远会有人在看得准、把握得好的情况下，在这种危机中会得利。本期就讲完了，大家有什么观点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见。下期再见。